比房价下跌更可怕的是，国内4大趋势越来越明显，提前做好准备。现在这个房子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之一，因为房子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起居，我们每一天都是需要房子的。没有房子的人基本上是租房子，有房子的大部分又是贷款买的房子，每个月都要去还房贷。但是每个人都害怕房价出现下跌，因为下跌了之后，自己的钱就意味着贬值了。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钱都在房子上面，有70%以上的资产都是属于房子上的。那么现在有一个事情比房价下跌更加的可怕，这4个趋势会变得非常的明显，我们可以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的收入差距可能会越来越大。有一句话说的比较好，80%的财富掌握在20%的人群当中。这个意思就是大部分的钱都被少部分人给赚走了，而这个80%的人赚的钱还不足20%，大部分人赚钱都是很少的，都只能够拿一个基本工资。因为他们作为一些资本家，那他的钱肯定是用自己的资本去不断的赚钱，可能人家睡一觉起来都比我们辛辛苦苦在外面干10年还要挣得多。现实就是非常的残酷，因为我们靠体力去赚钱，永远是干不过资本去赚钱的。第二个事情就是现在整个房地产的差异会变得越来越大，因为如果说你是在一些3、4线的小城市，可能你就会感受到现在这个房子想要卖出去是非常困难的，就算你降价卖出去，那么你也只能是亏本的。而在一些热门的1线城市、核心的地段，那里的房子还在不断的涨价，这房子它也是分等级的，好的房子永远是这么的抢手，而那些差的房子永远都是卖不出去的，除非是你的价格降到合理的区间范围之内，还要看有没有这个运气，有没有人愿意接盘。所以说这个房子的差距也是会变得越来越大。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挑选好地段，特别是这个城市和地段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要听一些销售的忽悠，他们觉得这个房子好，然后各种吹嘘，你就下单去买了。我们一辈子能够买得起几套房子，所以说每一次买房都必须要小心谨慎。第3个趋势就是现在的学历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。大家都可以看到，现在网上经常所说的有很多985211的硕士毕业之后还在去送外卖，只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现在的生活，就是说学历也并不是就是万能的。以前来说，一个本科毕业生到社会上能够分配一个非常好的工作，但是现在就算你把博士读完了之后，你也不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心满意足的工作，就算找到了工作之后，这个工作也不一定是你满意的。现在学历可以说是越来越不值钱了，所以说现在高校不断的扩招，导致了学历开始出现了贬值，不像以前含金量这么的高了。也是一个趋势，就是现在的工资和消费的差异会变得更大。有一些人可能每个月只有几千块钱的工资，但是他们却要花上万元，只能是这个月花了之后，下个月继续还债，通过信用卡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，因为他们这样一种消费的方式就是花明天的钱来圆今天的梦。那这样的话你就永远都存不到钱，存不到钱你就无法满足以后的日常生活，因为人嘛总会遇到一些其他的事情，比如说生病了之后需要去医院，可是一大笔的开销，一个小病就可以花掉大量的钱，更何况我们不敢去生一些大病了。所以说有多大的能力就办多大的事情，不要想着去超前消费，也不要去贷款买什么高端的数码产品啊等等，这些事情都是和我们不匹配的。就是说自己花钱能够匹配，你的生活质量才会越来越好。有了这些时间，还不如花一点时间去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。学到新的知识之后，你的赚钱的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强，到时候你的工资也会越来越高，收入也是水涨船高，就能够过上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